车上的车着火，一下烧了好几辆车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比亚迪依旧发挥稳定啊，但是呢，相信不久的将来肯定会更加的火爆，因为比亚迪昨天搞了一个技术发布会啊，发布了很多世界第一的技术。为什么说很多呢？因为一个大屏幕根本装不过来，有哥们儿呢现场就哭了，纸巾不知道用了几盒了，全程有2个多小时啊。估计昨天很多的爱国粉拿着遥遥领先的手机，同样也看哭了。国产车太强大了。那主要有什么技术呢？最核心的就是兆瓦闪充，就是最大输出电压达到了1000伏，最大输出电流1000安，最大输出功率呢1000千瓦，可以做到2秒充2公里，充5分钟续航补充400公里，而且呢还喊出了油电同速，就是充电跟加油一样快。看这个图啊，看这个图，4个最字，这完全是违反了广告法，怎么能用极限词呢？差评。同时呢，还将建设4000座兆瓦充电站，现在已经有1座了。简单的描述就是搞了4000个大电池放在全国，这么大功率，发热肯定很严重。那么炸的话，估计也会炸得更快了。现在家用充电桩功率在 3.3 千瓦左右，快充桩呢大概在22千瓦左右。就这样的功率充电还经常发生爆炸自燃。现在是兆瓦，就是1000千瓦充电功率啊，这自燃的概率翻了10倍不止。比亚迪也表示呢，自研了什么独家液冷散热系统，但是呢，我是不太相信的呀。毕竟电池的物理特性你放在那里了，是无法改变的，功率越大，你发热就越大，爆炸的火花呢也就越大。再加上边上巨大的储能电池，那么就直接上天了。按规划4000座，想想都蛮刺激的啊，更不用说其他的了。比如你充电那么快，电池衰减该怎么算呢？电磁辐射该怎么算呢？发布会上是没有说的啊，估计是光感动去了，又是一次牛在天上飞的发布会啊。当然了，这次发布会的细节也做得很好，比如评论区都给你关了，免得看到一些苍蝇啊在那里乱飞。小米速七 Ultra 呢又翻车了，一起来看一下人工配音版。具体的撞车原因暂时归纳为驾驶人经验不足，不成熟的车企，不成熟的车加上不成熟的人，3个不成熟在一起，让这个车呢在网上热度一直都非常高。最后这个盖黑布的操作也是看不懂，盖黑布是干什么呢？遮丑还是遮羞呢？很多人都以为啊，国产车已经站在了世界的巅峰了，实际差距不是一点点啊，是非常的大。有网友和特斯拉做了一个对比啊，说的非常有道理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我看最近小米速七 Ultra 的上市，让很多人都有点飘了，以为我们的新能源车已经站在世界的巅峰了，感觉特斯拉都已经快不行了。今天我就把你们从梦里拉回到现实，让你们看看其他新能源车跟特斯拉的真实差距到底有多大。我先给你们讲其他新能源车的造车逻辑啊，不特指某一个品牌，除了特斯拉以外，其他所有新能源车的造车逻辑都一样。为什么都上800伏平台？因为在400伏平台下，能耗都打不过特斯拉呀。你看跟特斯拉同级别的400伏的车，电池是不是都比特斯拉大，续航还都比特斯拉差，对吧？所以只有上了800伏平台才能跟特斯拉有一战之力。但即使上了800伏，能耗跟特斯拉还是有差距，只不过是差距没那么大了。这个你还真别不信啊，特斯拉每年的研发投入那都是几十个亿，还是美刀，相当于特斯拉每年，听好了啊，是每年光研发的投入就投进去一个小米汽车，而且这个投入还在逐年增加。这么大的投入可不是马斯克带着整个研发部门去3K 消费掉了，那都是转化成实打实的技术实力了。所以啊，只有上了800伏，跟特斯拉比续航才不会太拉垮。但800伏不是随便上的啊，电池容量必须要大。为什么啊？电压差你也可以理解为水位差，
你说你要憋个三峡大坝那么高的水位差，你把大坝建在小溪小河上，好使吗？能憋起来那么高的水位吗？必须要建在长江那么大水流量的河道上，你才能憋起来那么高的水位，对吧？所以要堆出800伏的电压差，电池的容量必须也要大，越大越好。800伏电池的容量越小，电池报废的越快。所以你看特斯拉这个赛博皮卡120多度的电池啊，才上800伏吧。特斯拉那个大拖挂那车头也是800伏，那个电池容量更大。你看 Model S、Model X 都100度电池了，特斯拉也没上800伏吧？因为电池容量太低，上800伏会严重降低电池的寿命。所以国内很多车100度电池它就上800伏啊，很勉强的。电池的寿命要比400伏差很多，但没办法呀，再加大电池的话，车就太重了，成本也吃不消。所以你看国内的800伏车基本都是100度左右的电池啊，电量再低了，电池的寿命就废了。只要用了100度左右的电池啊，那车重全是2.2吨以上。你去查其他所有同级别新能源车的参数啊，你看我说的对不对？很多跟 Model Y 同级别的车，电池还不到100度呢啊，车重也都是2.2吨以上。最近大火那个小米SU7 Ultra， 电池不到100度啊， 93.7度，里里外外一车的碳纤维减重啊，最后总重量多少 2.36 吨。要我肯定买轻半吨的 Model 3P， 弯道性能绝对是 1.85 吨的 Model 3P 更好，这个我连试都不用试。不扯远了啊，电池大，车重大，这样的车跑起来消耗的能量就更多，对吧？能耗它就低不了。还有啊，这些大力飞砖死沉的车，加速性能还要跟特斯拉比吧？那这么重的车跑起来都费劲儿，加速还要快，怎么办？只能提高齿轮的减速比。什么叫减速比？举个例子啊，特斯拉 Model Y 的减速比是9:1，就是特斯拉的电机转9圈，车轮转1圈。极氪001车重 2.5 吨，减速比是13:1，就是极氪001的电机转13圈啊，车轮才转1圈。这样车轮上的扭矩更大，才能克服更重的车重，获得不错的加速度。其他的车也都一样啊，车更重还要加速更快，减速比都比特斯拉高很多。这样车的加速是快了，那跑高速呢？同样都跑120码啊，这些秤砣车型的电机转速就比特斯拉的转速高很多很多，而且是车速越快，电机的转速差距越大，对吧？因为减速比是固定的，电机转速都是等比例放大嘛。所以啊，这些大力飞砖的车型一旦上了高速，全变成电动纳智捷，电机的转速太高了啊，都快转冒烟了。所以我在高速上最喜欢逗的就是这些秤砣车型。很多车能不能跑到200码？能跑，即使能耗比我特斯拉高很多啊，电池的电量就算能扛得住，电机也很容易过热，因为转速太高了。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国内的电车都热衷于搞那些转速特别高的电机，因为电机的转速不高，它也跑不了高速啊，最高车速就会很拉垮。车重大还不是最要命的，最要命的是车重大还用窄胎，因为轮胎要是宽了，续航就更拉垮，那续航参数就没法看了。但重量那么大，轮胎还用那么窄，纯上马路是练漂移的。所以为什么所有新能源车中特斯拉的出险率是最低的？我给你说一组特斯拉车的参数，你拿其他所有车去对比，你就明白了。Model Y 车重 1.9 吨，用255宽的胎。Model X 车重跟其他新能源车很接近了， 2.3 吨，但人家用的是前265后275的胎。你看看其他 2.3 吨的电车用的是多窄的胎，有的车用的胎比 1.9 吨的 Model Y 都更窄。特斯拉是同级别里用最小的电池，还是用最宽的胎，但实际的续航几乎是同级别最高的，尤其是高速续航。发现差距有多大没？估计上面的高层呢也是被国产车企给忽悠了，所以把这个特斯拉 FSD 给放进来了，以为国产车可以和特斯拉拼一拼呢，实际情况是可能会彻底的翻车啊！昨天特斯拉直接放了一个大招，给 HW 4.0 车主送了1个月的 FSD 免费体验。那么接下来这个月啊，将是特斯拉 FSD 舆论战的一个超级大会战。之前这1个月了，刚刚给具有 FSD 的少量用户进行了一个推送，第一天就被头部大 V 进行了一个狙击啊，标题就是扣12分，然后大多数吃瓜群众就认为这个 FSD 非常差呀。后来呢，经过1周2周，慢慢的真实车主的一些视频，大家慢慢了解到 FSD 的一些能力真的是非常不错的。但是呢，大量的人没有买 FSD， 仅仅是一个围观和一个看客的状态啊。那么接下来这个月就完全不一样了。接下来特斯拉将会给50万辆级的用户推送免费 FSD 1个月。所以说接下来这个月是人人在测 FSD， 人人都可以体验 FSD。这50万个 FSD 的试用用户啊，1/10如果会在网上发抖音，
有1/5呢会给亲戚朋友进行试驾的话，那结果将会是一个颠覆性的。那么可能全国几乎所有对汽车感兴趣的人呢，都会有机会亲自试驾 FSD， 亲自乘坐 FSD， 那么将会给所有网民进行一个真智驾、真 AI 的一个大科普啊。当人们真实的体验过、真实的感受到那个丝滑和安全感的时候呢，就有一个最基础的对智驾的一个概念。那么以后全国对汽车感兴趣的人呢，将会非常难的被那些遥遥领先的车企给忽悠了，被那些自动有轨电车的垃圾智驾给带偏带节奏，就非常难了。但是与此同时，自动有轨电车的厂商呢，将会对 FSD 找到一个突破口，将会疯狂的对它进行攻击。如果说1/10的 FSD 试用车主，比如说有50万，有5万在网上发抖音夸 FSD 的话，那么就有可能有1万多遥遥领先的电车相关利益方发特斯拉 FSD 的非常垃圾的视频。所以说接下来这个月将是 FSD 一个大会战，网上会出现5万人对1万人的这样一个局面，非常的有看点。会不会又出现一次站在特斯拉车顶维权，说 FSD 撞车啦，要求特斯拉赔偿的案例呢？还是各大媒体疯狂的转载特斯拉在某个路口又撞车啦、撞人了什么的？估计国产车的营销费用又要增长了。我最近就刷到这样一个视频，真的刷新了一个 FSD 的认知。我敢说，下面这一个场景，特斯拉 FSD 超过了大部分的人类。我们先看，我今天下午开着它，然后前面左转，我们在这里，好，它开到了这里，停下来，等红灯，现在是完全停止的状态。我们先快进一点。大家都知道这个特斯拉 FSD 最近闯红灯特别多，所以说我也比较担心。到这里看一下，它动了，看见没有？它突然就动了，这还是红灯，它就开始动了。我说我就准备踩，我说什么玩意儿，对吧？又闯红灯了，准备，结果它动在这里，它又停下了停下了，一直停。来，我告诉你们怎么回事，看后面。后面来了一辆车，正常大家可能看过特斯拉让后面的车这种场景，但是我这个场景它非常不一样，左右它根本没有必要让左右一个是花台，对吧？一个是全部是车，我本来也在等左转，我怎么可能让你后面？我们正常人在这个时候根本不会看后面，我怎么会管你后面，对吧？我们来看这个车过来到这里，这个车也没说让它，是吧？因为这有一个小缺口，因为这个道还可以掉头，所以说这个后面的车很着急，然后继续挤，因为我也是完全在那个停止线上停着的，我不可能走挤，我都还没让，对吧？这个车都还没让，到这里感觉都要撞上了就在这要撞上的感觉要撞上了一样，瞬间看见没有？他过来，他是把我们的车给逼走的，因为我们前面有红灯有停止线，我不可能走。你看瞬间这里的一瞬间我们车就走了，让他我们再返回看一下，就这么离谱，挤到这里我都不动，你继续挤，感觉要撞上了，走，他就让了，大概走了2米吧，就把这个车给让过去了。你说他这是巧合吗？绝对不是巧合。再看华为的智驾撞墩子的全程智驾这个是。多少？识别到了吗？识别到了吗？完了。请注意来往车辆。对了。智驾领航已退出，请立即接管。我那边给你打电话。对比可以看到，华为在撞了墩子之后呢，智驾都没有退出的，没觉得自己撞了，应该是车机和地图一对比呢，这里不应该出现墩子，到底是谁放在这里的？
即使后来真的撞到了，他也没觉得撞到，完全无视啊。跟特斯拉比起来，完全是智商为0或者是负数。看看接下来华为遥遥领先们该怎么去圆之前吹的牛逼了。好了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谢谢观看，拜拜。线下的实体经济还是超出了我的预期，真的是非常的火爆。大家可以去看一下，那么多的搞线下实体的老板，在赚到了钱以后不干了，把自己的门头旺铺出租出来，给其他人一个赚钱的机会。而且即便是2、3年这些房子租不出去，人家也不心急，也不急躁，也不会降价。为什么呢？就是钱太好赚了。当我已经赚够了钱，我不想干了以后，我可以把机会给你，然后你呢也去多赚点大钱。至于说我为什么不再开门头了，这还是一个核心商业圈，我都赚够了钱了，那么辛苦，我为什么还要继续去开门头呢？把机会留给别人，不也挺好吗？